五皇子盛齐安曾在我府外守了半个月，信誓旦旦说非我不娶。我以为遇到了良人，便来赴宴，可我等来的却是一只侧妃的香囊。这就是殿下给我的交代。你天生狐媚，若为正妻，会让本宫被人耻笑。静姝性子温婉，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好，这侧妃谁爱当谁当。离开选妃宴后，东宫的请帖很快送到了孟府。既然盛齐安说我没人敢娶，那我偏要去试试。这太子妃之位，非你莫属。数月后，我与太子大婚，以太子妃的身份入主东宫。而那个曾要我当侧妃的五皇子，如今正站在路边。婉婉，你不是应该来找本宫认错的吗？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五皇子，看清楚了，这是东宫的玉如意。往后见了本宫，记得叫一声太子妃。曾经他嫌我狐媚，不肯给我正妻之位，我是他必须行礼的皇嫂。但这只是开始，故事要从那一天说起。五皇子选妃宴上，满朝贵女云集，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曾以为盛齐安对我的那些殷勤是因为真心，为了让我参加选妃宴，你堵了我半个月，现在让我做妾。你天生狐媚，若为正妻，会让本宫被人耻笑。静姝性子温婉，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就因为我的容貌和身段，在他眼里就成了不配为正妻的理由。而那个女人乔静姝，不过是个家世普通的官家女，却被他捧成了正妃。婉婉，拿好了，以后你和静姝都是我的女人，谁正谁侧不都一样？只要你们往后好好相处，替本宫绵延子嗣，本宫谁都不会亏待。谁正谁侧都一样，这是何等的轻贱！他把我孟婉娥当成什么了？一个可以随意打发的玩物。殿下，您可知自己在说什么？我孟家乃本朝第一世家，族中曾出过8位宰相、3位皇后。如今我的父兄族人皆在朝中身居要职，就算我咽得下这份委屈，孟家也断不会接受此羞辱。我孟家百年门阀，朝中重臣无数，他盛齐安一个小小的五皇子，竟敢让孟家嫡女做妾，这是打我孟家所有人的脸。本宫自然知晓你身份比静姝高贵，可娶妻当娶贤。静姝蕙质兰心，贤明远扬。你再看看你自己，除了这副曼妙身材，容貌比她出色些之外，你还有何长处？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我时，他看的眼都直了，径直往柱子上撞去。那时他看我的眼神，可不是现在这副嫌弃的模样。既然殿下看不上婉娥，今日就当我没有来过，告辞。妹妹，你别生气，殿下跟你开玩笑的。我自知家世样貌都不如你，怎敢让你屈居人下？这玉如意，姐姐只是暂为保管，如今物归原主。这八字还没一撇，乔静姝便妹妹长妹妹断的喊上了。静儿，本宫刚夸你懂事，怎么如今也跟着糊涂？本宫说你是王妃，你就是，你管旁人做什么？可是妹妹她……别理她，本宫倒要看看朝野上下谁敢娶本宫不要的女人。不要的女人，原来在他眼里，我不过是个他不要的东西。好，盛齐安，你记住这句话。那殿下就看清楚了，只要我想，天下谁人我都嫁得。离开选妃宴的那一刻，我便下定决心，我要让盛齐安亲眼看着我孟婉娥嫁的人比他好1万倍。混账！真当我孟家是好欺负的？敢让我孟家的嫡女做妾，他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父亲暴怒，兄长心疼，可我知道愤怒解决不了问题，我要让盛齐安付出代价，就必须走一条更稳的路。婉儿，盛齐安这种男人不值得你托付，京中好儿郎千万，兄长定会为你寻一位真正的如意郎君，绝不让你受委屈。兄长想为我另寻良配，可我心里清楚，经此一辱，京中愿意娶我的人不多了，更何况我要找的不只是良配。老爷，东宫送来的信。东宫太子盛寒舟，我与他素无交集，他为何会在这时候送来选妃请帖？婉儿，你要是不愿意……爹，我去。身为孟家嫡女，我一向不希望自己的婚事掺杂太多利益，挑来选去，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顺眼且自己喜欢的，换来的却是被他当众羞辱。既如此，我还不如选个对孟家有利的。
太子便是当下我和孟家最好的选择。好，既然你心意已决，父兄定全力支持。想要我名声扫地，我偏要入主东宫，看看谁才是不配的那一个。我孟婉娥从不认命，盛其安，你给我的羞辱，我会百倍奉还。几日后，我决定去珍宝阁挑选参加太子选妃的衣裳。本以为能安安静置办行头，没想到冤家路窄。本想穿的素宁鞋，怎么还是这般扎眼？妹妹不愧是曼妙娘子，这衣裳穿在你身上，倒真像量身定做的一样。姐姐就没你这副好福气。又来了，这个女人总是在盛其安面前装柔弱，可一开口，句句都是刀子。成日不思进取，竟会使些狐媚手段。就你这副德行，还想当本宫的王妃？他明明自己看直了眼，却反过来怪我狐媚。这种男人，我当初怎么会觉得他值得托付？若非殿下当初再三该求，我孟婉娥绝不会踏入选妃宴半步。如今殿下既已选定王妃，我便与您没有干系，还望殿下慎言。这就是那个曼妙娘子，长成这样，难怪五皇子说她狐媚。我知道，外面的风言风语早就传遍了，可我不在乎，我要用事实堵住所有人的嘴。住口！若非你蓄意勾引，本宫怎会给你赴宴的机会？谁知你竟如此不知足，还敢妄想不属于你的位置！我勾引你？盛其安，一个小小的五皇子妃，我还没放在眼里。妹妹，你别冲动，殿下心里也是有你的，你何必因为一时义气，就非要和殿下划清关系呢？心里有我。乔静说，你演的可真像。孟婉娥，你要是有静儿一半懂事，这王妃之位，本宫也不会给她。这王妃位子，殿下爱给谁给谁，我不稀罕。那一刻，我只觉得天旋地转，他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我做这种事，无耻！孟家这女儿竟敢掌罗皇子，被看光了便恼羞成怒。若不是他平日里不安分，武殿下怎会失了分寸？剩下的不用找了。真不愧是曼妙娘子，这身段，这画像传得满城都是，孟家这回脸都丢尽了。怎么会？谁画的？查！给我查！京兆尹是干什么吃的？这种脏东西竟然能传遍全城！孟公息怒，下官已派人在全城销毁。可这画像传得太快，下官实在是敌众我众啊！定是有人故意针对孟家，这是要把婉儿往死里逼。婉儿，别怕，画像的事情已经彻底解决了。解决了？爹爹找了京兆尹都没用。是东宫，是太子殿下亲自出手，将京城所有的黑市和画坊全部查封，谁敢思忖或议论，直接下狱。东宫，盛寒州，我与他素无交集，他为何救我？大公子小姐，五皇子盛其安来了，他人已经到客厅了，说是非要见小姐不可。他竟然还有脸登门！走，为兄这就去将他乱棍打出去。兄长，让他等着，我倒要看看这始作俑者还能有什么说辞。婉婉，画的是本宫向你道歉。本宫也不知道事情会闹得满城风雨，可那天本宫也是被你气得失去了理智，才会一时失手。若不是你先当众下本宫的面子，本宫何至于此？所以听殿下的意思，这件事是我孟婉娥活该，是我活该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你羞辱，活该被那些画师易于传播。他知不知道这世道名节对女子有多重要？若非太子出手，恐怕我这辈子都没脸再见人。本宫不是说你活该，只是事已至此，你也不必再赌气。以你现在的名声，京中有头有脸的人家，没一个会愿意娶你进门。本宫答应你，侧妃的事情依旧作数，只要你愿意，本宫不日便可迎你过门，就当是本宫对你的补偿。你要明白，这京城里除了本宫，已经没人敢要你了。事到如今，他居然还妄想我会嫁给他。盛其安，你给我听清楚了，我孟婉娥这辈子就是老死闺中，甚至去出家为尼都不可能嫁给你。你死了这条心吧。好一个孟婉娥，这可是你说的。你以后就算后悔了，跪下来求本宫，本宫也绝不会再给你一次机会。哼！
除非我疯了，否则就是下辈子我都绝不可能求着嫁给你。小姐，这身天青色真是选对了，不仅曼妙，还多了几分清雅脱俗的气质。去选太子妃，总得有个端庄的样子。孟婉娥，你怎么会在这儿？听说今日是太子选拔太子妃的日子，妹妹莫不是……孟婉娥，莫非你也想做太子妃？别做梦了，皇兄那种克己复礼的正人君子，怎么可能选你这种狐媚胚子？本宫劝你还是不要进去自取其辱，免得最后哭着求本宫收留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他以为所有人都跟他一样目光短浅，抱着榆木当珍珠。好啊，本宫话先放在这儿，你要是真能被皇兄选中，本宫当众跪下来，你磕3个响头都成。那殿下可要记牢了，这3个响头我便先攒着，一言为定。我的好妹妹，你和殿下就不要再互相置气了。你看这天气多好，正好我和殿下要去御花园赏花，你也一块来吧，钱当是散散心。我还有事，就不打扰2位雅兴了。孟婉娥，让你当本宫的侧妃，就这么让你为难吗？为了气本宫，连参选太子妃这种事情你都做得出来？这是我的事情，不用你管。跟本宫走，本宫是不会让你去参选什么太子妃的。盛琦安，放开我！盛琦安，我让你放手，疼！他说放开他，你没听到吗？皇兄，这是我跟他的事情，你别管。放肆！你抓着孤的太子妃，还敢说这只是你的事？什么太子妃？皇兄你在说什么？臣弟怎么听不懂？哼！从今日起，她便是孤的太子妃，谁若再敢以下犯上，孤定不轻饶。不，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她是本宫定下的侧妃，皇兄，你身份再尊贵，又怎可公然抢夺臣弟之妻？侧妃？让孟家嫡女给你当侧妃？盛启安，这种自降身份的混账话，你也真有脸说得出来？那又如何？身份再高，他喜欢的也是我。婉婉，你快和皇兄说清楚，你要嫁的是本宫，说啊！放着好好的太子妃，未来的中宫皇后不等，去给他做妾，我又不是有病。婉娥愿意嫁给太子殿下，终生不悔。孟婉娥，你要是不喜欢本宫，那日怎么会来参加本宫的选妃宴？你告诉本宫，你心里其实是喜欢本宫的，对不对？你做这些只是为了气本宫，对不对？盛启安，若非你当初再三开求，装出一副非我不可的深情模样，你以为我会自降身段去参加你的选妃宴？有那么一刻，我无比庆幸，在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之前看清了他。盛启安，疯够了没有？疯够了就给孤滚回你的王府，避免面壁思过。不，婉婉，你不能这么对我。你告诉本宫，你是爱本宫的，对不对？孤看你是美酒自醉。孤记得，方才有人在宫门口说，婉婉若是能选上太子妃，便要跪下给他磕3个响头，替孤看着他，让他一个不少的磕完再走。五殿下，请吧。砰砰砰的磕头声在身后响起，我连头都没回一下。方才的事情，谢过殿下。若非殿下解围，婉娥恐怕还要被那无赖纠缠。婉婉，在孤面前，
以后不必如此拘礼。没想到太子私下这么平易近人。殿下，婉娥有一事不明，今日不是东宫选妃的大日子吗？五皇子选妃那日，京中贵女悉数到场，可今日这东宫怎么除了我一个应选的贵女也没有？孤向来不惜热闹，更不愿让那些闲杂人等扰了清静。东宫有太子妃一人足矣。所以我这个太子妃一早就被内定了。世人都说太子殿下少年老成，不苟言笑，今日一见，倒觉得殿下是个有趣的人，对未来也不由多了几分憧憬。刚托人寻来的明前龙井，不知婉婉可愿赏光品评一二？殿下，御书房那边已经催了3次了。公事繁杂，孤不得不先去处理。婉婉，孤让人护送你出宫。婉婉，你不要嫁给皇兄好不好？你想当王妃，本宫答应你便是。正妃的位置是你的，你回来好不好？只要你肯回来。殿下不觉得现在说这些已经太迟了吗？我已经接了太子的玉如意，是名正言顺的准太子妃。况且我孟婉娥何时沦落到需要你施舍一个名分才能当上正妻的地步？盛齐安，你太看不起我，也太看不起孟家。不就是一个名分吗？为什么你非要这么斤斤计较？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本宫，替本宫考虑考虑？本宫都已经答应让你当王妃了，你还想怎样？首先，我没有义务替你考虑；其次，我一点也不想怎样。盛齐安，看清楚了，我现在是太子的未婚妻，还望殿下自重，不要再来骚扰我。婉婉，本宫已经知道错了，真的，本宫以后再也不那么对你了，好不好？你不要那么狠心抛下本宫，好不好？没了你，本宫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已经晚了。婉婉，你回来！殿下，你清醒一点，她现在已经是太子的女人了，名分已定，你就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不好？不，她是本宫的，是本宫先遇到她的，她只能嫁给本宫，怎么能嫁给别人？怎么能嫁给别人？好，不愧是我孟家的女儿，入主东宫，实至名归。孟小姐，殿下特意交代了，这些物件全是按照您的喜好准备的，请您务必笑纳。原以为盛齐安会来大闹一场，没想到这几日五皇子府那边竟然这么安静。小姐，你还不知道吧？五殿下哪是转了性，他是跟那乔静树底闹翻了。奴婢听闻，当初为了抢那正妃之位，乔静书早就买通了宫人，在五殿下耳边编排您，说您天生狐媚，仗着身材曼苗，没少勾搭那些勋贵子弟，说让你当上王妃，势必会让他被人耻笑。难怪他对我的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快，原来都是乔静书在背后捣鬼。小姐，还不止呢。奴婢打听到，当初那满京城的肚兜画匠，也是乔静师找画师画好，亲手散播出去的。乔静师，你真是死不足惜。滚！你这蛇蝎心肠的毒妇，竟敢把本宫当猴耍！殿下，既然是一些爱慕您才糊涂了，您不能不娶我，殿下求您了。这王妃之位，你做梦都别想再碰。今日新春，便请太子妃献舞一曲，为各位助兴。殿下在这里做什么？婉婉，本宫错了，本宫真的知道错了，本宫不该听信那贱人的谗言，那么对你，是本宫糊涂。殿下喝多了，往事如烟，已经过去了。那你能不能原谅本宫？只要你愿意，再给本宫一次机会，本宫发誓以后一定好好对你，再也不让你受半点委屈。得，感情之前的话都白说了。我说过去的意思是，我们之间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再过不久我便要嫁给太子，成为你的皇嫂。还望殿下莫再纠缠，省得被人看了笑话，丢了皇家的体面。
开春后便是我与太子的大婚，这件事皇上皇后早已定夺，婚期也是钦天监择定的。莫说是我，就是殿下你，也绝无可能改变任何事情。婉婉，你别走！本宫也是被乔晋书那个贱人算计了，是他蒙蔽了本宫。你别怕，婚约还没定死。走，本宫这就带你去见父皇。父皇那么疼本宫，只要本宫开口，他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盛齐安，你能不能哪怕有一次尊重我的意愿？我说过我不想嫁给你，你是听不懂吗？为什么？你不是喜欢本宫吗？你怎么会不想嫁给本宫？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你？是你自己的臆想，还是你那过剩的自尊心在作祟？当时不过是觉得他和别人不一样，才答应参加选妃。没想到他和那些人没有两样，这样的男人我看不上。没说过，你真的从来没说过。盛齐安，你想干什么？这里是皇宫，放开我！婉婉乖，别动，把你给本宫好不好？只要你现在成了本宫的人，木已成舟，就再也没人能将我们分开了。到时候皇兄也抢不走你。你疯了！你这是在自寻死路！盛齐安，你若敢动我，我今日便定与你同归于尽，绝不苟活！混账！她是你的皇嫂，你刚才想对她做什么？我不知道，皇兄，我喝多了，我真的只是喝多了。少给姑装蒜，盛齐安，这是姑最后一次警告你，你若再敢动她一下，你这颗脑袋也就没留着的必要了。皇兄，算我求你，你把她还给我好不好？我真不能没有她，我求你了。除非姑死了，否则这辈子你都别想再碰到她一根汗毛。殿下别怕，我没事了。方才多亏了殿下，婉娥并无大碍。婉婉，答应姑，不要再离开姑了，好不好？我什么时候离开过他？你忘了，12年前你随你娘入宫时，曾赠予姑这块玉坠，你那时答应过姑，说你会永远陪着姑的。那年我才5岁，那不过是小孩子的一句戏言，他竟然记到了现在。姑不管，既然你答应过会一直陪着姑，那便是定下了盟誓，不许反悔。好，既然殿下如此记仇，那婉娥答应你便是。其实盛寒舟说的那件事我还有些印象。身为太子，他自小便与其他皇子不同，兄弟们敬他，宫人惧他，他连一个可以说话的玩伴都没有。这个留给你，你要是想我了，就看看它。你放手，我以后会一直陪着你的。没想到这块玉坠你竟然贴身戴了12年。殿下，莫婉娥已经不要您了，她已经是皇嫂了，只有静儿会永远陪着您。小姐，出大事了！昨晚武殿下和乔静书在御花园幽会，被巡逻的侍卫当场撞见了。听说当时两人还连在一块儿，密不可分呢。乔静书不过是五品小官之女，好不容易攀上盛齐安，眼看到手的王妃之位就要飞走，又怎会甘心？只是没想到她竟用这种下作手段。混账！皇家的脸都让他丢尽了！传朕旨意，盛齐安行为放荡，罚俸1年，立刻禁足府中，无旨不得出。乔侍妾，请吧，殿下特意交代了，您这身份入府走侧门都是抬举了，可别在这儿磨蹭。殿下今儿又在那书房喝得烂醉呢，可不是嘛？自打那位乔氏进了门，殿下连看都没看过一眼，说是嫌脏呢。
这一天，十里红妆延绵数里，我与盛寒舟成婚。能嫁给殿下，婉娥此生无憾。我很确定，盛寒舟就是我想要共度余生的人。五弟，规矩都忘了。臣弟参见皇兄。皇嫂，既然礼数全了，那姑便带你皇嫂去给父皇母后请安了。太子殿下，陛下请您进去商议封地改革之事。姑很快出来，你且在此处等姑。婉婉，你还好吗？殿下何出此言？我已入主东宫，有太子殿下呵护，自然是极好的。那天的事情，很抱歉，我保证以后不会了，因为我要走了。皇上已经封他为安郡王，这件事还是盛寒舟一手促成的。一来是他年纪到了，二来出于私心，盛寒舟不希望他总是在我面前晃悠。皇兄确实比我更懂得如何护着你，让我去封地，想必也是为了让你不再分心，不再见到我这个碍眼的人。婉婉，你好好保重。再见，便是再也不见了。3日后，盛齐安要离开了，带着他那卑微如草芥的侍妾，彻底消失在京城的视线中。滚开！盛齐安的消息不时传回京中，不是和乔静书闹得不可开交，便是又纳了几个与我相似的妾室。成婚第2年，我给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本就曼妙的身材愈发的玲珑了。盛寒舟也实现了当初的承诺，身边始终只有我一人。婉娥，姑答应过你，这东宫永远只有你一人。那些过去的羞辱与挣扎，终究化作了这一世的圆满。你听说了吗？陛下龙体欠安，已经3天没早朝了，全靠太子殿下一个人撑着。何止啊！我听说那帮老臣可不安分，仗着陛下病重，天天在勤政殿跟殿下叫板。大局刚稳，这群老狐狸就开始坐不住了。老皇帝缠绵病榻，下旨令盛寒舟监国，处理朝政大小事务。我虽诞下皇子不满3月，身居太子府，却时刻留意着朝堂的每一丝动向。殿下今日回来的比平时晚，是朝上不顺。丞相苏文远联合礼部尚书，带了20多位大臣联名上奏，弹劾新政。又是为了那道均田令？他们以新政损害世家利益、动摇国本为由，请姑暂缓推行。苏文远甚至在殿上老泪纵横，说姑是要逼死天下士族。苏文远身后是江南士族，田产就是他们的命脉，他们自然不会轻易妥协。殿下，硬碰硬只会让他们联合起来称病罢官，你可先安抚，再寻突破口。苏文远看重名声，殿下可先下旨褒奖其家族功绩，稳住局势，再调拨寒门官吏，暗中去查苏家旁支的劣迹。婉婉，若你为官，恐怕这朝堂就没苏文远什么事了。启禀殿下，慈宁宫传来口谕，太后娘娘召殿下即刻入宫觐见。太后素来偏袒世家，苏文苑的嫡次女又是太后的内疚媳，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召见，恐来者不善。姑知道，他老人家是想给苏文远做说客。殿下需谨慎，莫要陷入圈套，更不要直接顶撞。放心，姑自有分寸，定会护好你和孩子。娘娘，天凉了，回屋吧。这监主之路，注定是不会平坦了。但既然我入了东宫，这天下便容不得他们放肆。殿下神色如此凝重，可是把话挑明了？何止是挑明，太后直言支持苏文远，说均田令是乱了祖宗章程。更荒唐的是，他竟提出要选几个江南士族之女送入东宫，以安抚世家之心为名，行安插眼线，牵制殿下之事。太后这一手真是打得好算盘。姑当场便婉言拒绝了。姑说过，这东宫只有你一个女主人，谁也别想塞人进来。殿下，你今日执意拒绝，苏文远那帮人绝不会善罢甘休，他是明天早朝就要变本加厉了。殿下推行均田令，
口口声声说为了百姓，可孟相身为首辅，自家又是如何做的？御史大夫有本奏，孟家身为第一世家，实则在江南暗中囤积田产3万余亩，这岂非监守自盗？苏文远，无凭无据，你竟敢构陷首辅大臣！陛下，这是臣搜集到的孟家田产暗器副本，请过目。这些证据漏洞百出，显然是伪造。真假与否，人皆在看着。孟家若拿不出清白的证据，这均田令怕是难以服众。婉儿，苏家这次是有备而来，殿下案前做的极真，爹在殿上差点被气晕过去。婉婉，故今日在大殿之上虽据理力争，但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若是不能自证清白，孟家名声危矣。父亲素来清白，别说3万亩，就是3亩私产他都未曾证据，那我们就回敬他们一份真。殿下，我亲自回孟家。老宅的旧账和各房的田产账目，只有我这个嫡女最清楚。我回去亲自整理，定能从他们栽赃的痕迹里找出苏家的破绽。你诞下皇儿不久，身子尚未全好，此时孟家又是风口浪尖，此事唯有我能做。我是孟家的女儿，更是你的太子妃。这盆脏水，他们泼不动。誓死护卫太子妃安全，若有差池，提头来见。是。等他离开太子府保护圈，就按丞相的计划动手。这一笔标注在城南槐树里的5000亩水田，地契号竟是前年的。小姐，老奴记得那槐树里3年前就因为水坏荒废了，如今全是乱石滩，孟家绝不可能买这种废地。果然，这些账目补记虽然模仿的极像，可地址和年份对不上。苏文远这是急于求成，想用这些荒废的死地把孟家钉死在屯田的罪名上。小姐，不好了，苏相的人带了一帮御史，已经闯进大门了，说是要当场查证。小姐，苏文远那个老狐狸派了御史台的李大人，还带了苏府的亲信，说是奉了监国之令来核实孟家账目。不必拦着，管家，去把大伯父留下的那些真实田产总目都摆在明面上，让他们进来，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翻出什么破绽。太子妃娘娘恕罪，下官也是按章办事，不得不来。李大人既然带了这么多人，想必是势在必得，请吧，账本都在桌上。李大人可是找出了那3万亩私田，大人这般急切翻查，甚至连年份都跳着看。这账目虽然清晰有问题，但不如请大人当着大家的面说说，你口中那个证据确凿的屯田地具体在哪一页，具体在何处？怎么说不出来？我看大人不是来查账，是来栽赃的。微臣许是看错了，打扰娘娘，撤，快撤！还是小姐英明。这只是开胃小菜。苏文远在朝堂经营多年，这招不成，他定会变本加厉，甚至会对太子殿下直接动手。这账我们还没算完呢。苏相，皇兄那道均田令可是要把你们苏家的老底都给抄了。你在这跟他僵持，就不怕父皇哪天醒了，直接一纸诏书定你的罪？殿下不必激将，老臣今日赶来，自然是看准了殿下比太子更懂这天下士族的心。本王许你一个承诺，若你助本王登上那个位子，均田令本王不仅废除，还会保你江南士族100年富贵，如何？殿下英明，既然如此，老臣这把老骨头便陪殿下赌这一局。殿下，信已送到。王王，暗卫密报，盛景明那野种竟然在这个时候联络苏文远。三皇子盛景明，他平时看起来庸碌，没想到竟有这份野心。密报说，他不仅跟苏文远达成了秘密协议，还在京郊西园暗中私藏了大批兵器。他这是想等父皇病危，逼宫夺位。盛景明羽翼未蒙，敢如此行事，定是有世家在背后撑腰。殿下，现在不能直接动他。为何？私藏兵器乃是死罪。我们不仅要动他，还要连根拔起。现在最重要的是稳住太后。太后是皇室的长辈，若她被苏文远撺掇着改立，名正言顺，那咱们就难了。得先去试探太后的底牌，再收集他们勾结的死证。孙儿这些日子监国，深感推行新政阻力巨大，尤其是均田令，苏相及众大臣百般推阻。孙儿在想，是否该暂缓推行，先求朝堂安定。你能这么想，哀家便放心了。凡是欲速则不达，章法是祖宗留下的，哪能说改就改？皇祖母教训的是，昨日景明来陪哀家礼佛，也提到过，说治国当以安民稳政为先。那孩子倒是比从前沉稳了不少。孙儿受教了。果然，盛景明已经走通了太后的门路。去查，安排死士潜入西园，果要盛景明藏兵的确切地点和兵器数量。婉婉，你猜对了，太后已经动了心思，
盛景明这次是想要姑的命了。兵器是证据，苏文远是鱼饵，这一局我要让他们彻底翻不了身。太后，这是婉娥亲手缝制的锦套，里头续了南疆进贡的香炭，自是暖身养神，您试试可还顺手？你这孩子倒是有心，听说你刚诞下皇孙不久，不好好在府里养着，怎么这个时候入宫了？太后素来疼爱陛下，如今陛下监国，日夜操劳的人都瘦了一圈，婉娥看着心疼，更怕他在朝堂上推行均田令的事，惊扰了您的亲戚。他推行那新政，闹得苏文远天天来哀家这儿哭诉。世家乃是大征的支柱，若逼得太紧，寒了老臣的心，恐生乱子。太后圣明，可您想，均田令虽触动了些许世家的力，却是为了让天下百姓有田可种，根基稳了，这江山才能长治久安。道理哀家懂，可景明昨日过来说治理环州沉稳，但他懂得如何周旋于世家之间，倒是少了许多火药味。三皇子殿下到底还年幼，尚不知这朝堂利弊。这世家就像是贪心的家仆，若今日为了安抚就纵容他们割占土地，明日他们便敢窥探皇权。太后，您难道真的愿意看到大靖的江山最后落入那些只顾私利的世家之手吗？哀家活了一辈子，只是不想看到他们兄弟反目，更不想看到世家动荡，弄得皇室不安生。太后的慈心，陛下都明白。陛下定会委屈了百姓，也不会平白逼迫忠心的世家。只要太后能定下心，陛下在朝堂上便有了主心骨。罢了，哀家老了，你们年轻人的事，哀家不再掺和。只要韩州能让大靖安稳，哀家便不说话了。婉娥待陛下，谢太后体恤。小姐，太后这是松口了。太后只要不给苏文远撑腰，他就断了半截脊梁骨。僵局已破，接下来的局该盛景英来接了。殿下，找到了，就在三皇子城外私宅的后院枯井下，全是从塞外私运进来的金刚甲胄，还有这些是三皇子还没来得及销毁的密信。苏文远啊，苏文远，你这首辅当得真好，扶持景明出均田令，即刻江南士族百年不睡。这种大逆不道的话，竟敢落在纸面上！私藏兵器，勾结外臣，甚至许下废除册册的重诺，这些东西桩桩件件都是诛九族的死罪。有了这些，姑明日便可在朝堂之上将他们一网打尽。殿下，不可！太后虽然被我暂时劝住，但盛景明毕竟是皇子，若现在直接揭发，苏文远定会反咬一口，说这些信件是东宫伪造，构陷皇子。到那时，局面只会更乱。你说的对，苏文远那老狐狸最擅长颠倒黑白，我们需要一个让他们无法翻身的契机。殿下，出大事了！苏相今日带了30多名世家官员，正跪在勤政殿前请命，说殿下独断专行，致使陛下病势加重，请立三皇子盛景明为副太子，协助监国。他们这是等不及要把盛景明扶上皇位，好直接废了姑的均田令。太子英明。婉娥，他们既然已经撕破脸了，你有什么主意？既然他们急不可耐，那我们便顺水推舟。顺水推舟？你是要姑答应立他为副太子？没错，盛景明这种小人最容易在得势时忘形。殿下今日便上表，假意身体抱恙，推举盛景明协理政务。我们要让他们觉得这一局他们已经赢了。你是想诱敌深入，让他们自投罗网，死无葬身之地？既然想玩大的，那咱们就陪他玩到底。这一次，我要让苏家和盛景明彻底消失。苏相所言极是，姑近来处理新政，却感心力交瘁。三弟景明素来孝顺，既如此，便立景明为副太子，协助姑处理朝政吧。臣弟定不负皇兄重托，愿为皇兄分忧。殿下，机会来了，把那均田令先废了再说。殿下，江南那边的赈灾粮款已经拨下来了，皇兄那个木头只知道给贱民发钱，传令下去克扣3成，不5成，把这些银子先填补进咱们的私兵军费里。那新政那边故意拖着办，凡是跟均田令有关的折子，等我坐稳了位子，这天下还是世家的天下。小姐，三皇子不仅压着均田令，还敢把赈灾的粮款给扣了。现在外头好多逃荒的百姓都饿着肚子呢。贪得无厌，自取灭亡。他以为这副太子的位子是金饭碗，却不知道是催命符。你立刻传令回孟家，让咱们散在民间的药铺当铺，把盛景明中饱私囊的消息放出去，一定要让百姓知道，他们没饭吃，是因为三皇子贪了他们的救命钱。明白，不出3日，定让这京城怨声载道。怎么又是清如水的米汤？朝廷的巨款都哪儿去了？听孟家药铺的人说，是被那位新上任的副太子给扣了，拿咱们的命去填他的金库。
苏相，这帮贱民疯了，他们竟然联名上奏，万一皇兄拿这个做文章，慌什么？我这就动用苏家和世家的私银，先把那个亏空补上。多谢苏相救我。婉娥，一切如你所料，苏文远为了补那个窟窿，动用了他在江南的秘密银库，这次连他私底下的账都露出来了。时机差不多了，再过几日便是老皇帝的生辰，那时候太后百官都在，我们就在那场寿宴上送他们一份大礼。统领大人，东西都安排好了吗？生辰宴酒过3余，只要苏相给个眼色，臣便立刻带人封锁大殿，对外只说太子御前试宴，惊扰圣驾。到时候满朝世家官员会联名保推殿下拨乱反正，这太子之位盛寒阳坐得太久，该挪挪屁股了。那皇兄身边的死士，臣已将大殿值守换成了自己人，只要殿下一声令下，保准他们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启禀娘娘，侍卫统领已被苏相许下的国公之位买通，确定3日后动手。律令致命，盛景明这是想趁乱逼宫。婉娥，他们想在父皇的寿宴上联合百官逼宫退位。既然他们要玩大的，那咱们就给他们来个瓮中捉鳖。殿下，我们要提前调动龙卫，把那些被买通的侍卫在入宴前悄悄替换。孤已经传密令给御林军副将，证据方面呢？私藏兵器的名册、苏文远往来的密信，还有盛景明克扣2款的每一笔账目，交给了最清正的刘御史。只要太后能点头，这就是他们的绝路。婉娥，又是为了景明和苏相的事。太后，此前您说想看兄弟和睦，可如今三皇子是要谋逆夺权，苏相是要毁我大晋根基。他们竟然在西院私藏了2000副重甲，还敢骂哀家是挡路的枯木。若非陛下监国谨慎，这些兵器现在恐怕已经架在您的脖子上了。太后，苏文远已经买通了统领，要在陛下寿宴上逼太子退位，甚至不顾陛下龙体。哀家还没死呢，他们竟敢如此大胆！婉娥，回去告诉韩州，生辰宴上无论发生什么，哀家定会助你们一臂之力。这大晋轮不到这些狼子野心的人做主。是。娘娘，那边已经开始调兵了。天要变了，既然盛景明想在寿宴上唱戏，我们就让他唱一场谢幕戏。统领大人还不动手！太子监国无方，致使陛下病重，天下动荡。今日我等便要请太子退位让贤。皇兄，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这江山你坐不住。三弟，戏唱得不错，可惜你这侍卫统领似乎不太听话。动手！什么？统领，你竟然背叛我！三殿下，这宫里的卫队从来只听太子殿下号令，你那些私兵早在入城前就被剿灭了。盛景明、苏文远私相勾结，于西院私藏兵器2000余副，更在副太子任上克扣赈灾2款30万两，意图谋反，证据确凿。这是苏文远与三皇子的往来密信，这是私藏兵器的地点清单，这是中饱私囊的每一笔黑账，还有统领签字画押的供词，请陛下明察。苏相，你千算万算，没算到孟家的账目是清白的，而你补窟窿的每1两赃银都有记号。陛下，这是构陷，这是太子妃与太子联手设计的陷阱，臣是冤枉的。哀家亲眼看过那些证据，桩桩件件，连三皇子大逆不道的咒骂都在其中。苏文远，你狼子野心，竟然想毁我大晋根基！朕还没死，你就想弑君夺位！逆旨，苏文远及其党羽即刻打入天牢，秋后问斩。盛景明废去皇子身份，效为庶人，终生圈禁在宗人府，永世不得出。这一局总算是胜了。经此一役，这天下再没人能动得了你和孩子。有埋伏！护驾！这马车上是太子妃，谁敢放肆？我们要的就是太子妃的命。撤！都怪姑没有安排足够的人手保护你。婉儿，以后不许你再独自出门，一刻也不许离开姑的视线。殿下别怕，不怪你。江南士族根深蒂固，苏文远倒台是断了他们的头，
剩下这些散碎世家如今是狗急跳墙，他们越是这样不计后果的反扑，越说明咱们推行的均田令是真的戳中了他们的要害，让他们疼疯了。殿下，江南士族看着人多势众，实则是一盘散沙，领头的那几个顽固分子想必是跟咱们死磕到底，但那些势力较弱的小家族呢？你是说拉拢分化？没错，他们之所以联手，是因为怕咱们收了田产断了生路。若我们此时派人秘密联络那些中立胆小的家族，许以他们在海运、丝绸贸易上的好处，以此换取他们对新政的支持。只要拉拢了这部分人，那些顽固分子就会被彻底孤立。到那时，他们想跳也跳不起来。只需加强太子府和孟家的安保，让他们找不到再次下手的机会，他们自会从内部分崩离析。殿下交代了，一只苍蝇也不许靠近。苏文远在位时，江南士族虽表面风光，实则大半利税都进了他苏家的口袋。陆公谢公，你们两家本就清流，何必陪着一个罪臣送葬？殿下，并非我等执迷，只是这均田令一下，我陆家100年基业。只要二位愿意归顺朝廷，主动交出司屯的荒地，孤承诺保留你们的祖产。此外，谢家世子才华横溢，吏部尚书的空缺，孤正愁没人举荐。苏文远专横跋扈，我等苦已久矣。既然殿下给陆家留了生路，我等愿为朝廷效犬马之劳。太后，新政推行，我等老臣怕是无立足之地了。元老们言重了，苏文远、盛景明谋逆，那是他们自寻死路，与诸位何干？只要诸位安分守己，陛下与太子自然记得诸位当年的辅佐之功。婉娥说的对，哀家今日召你们来，就是给你们交个底。只要听朝廷的话，不搞苏文远那一套，哀家保你们荣华富贵。谁若是想跟着那些顽固分子一条道走到北，太后息怒，臣等绝不敢有二心，愿奉朝廷一切安排。有地了，咱们终于有自己的地了！感谢太子殿下，感谢老天爷呀！殿下，阻力全消，江南各府已全线推行均田令，百姓纷纷拍手称快。婉娥，今日推行顺利的出奇，若不是你这些日子四处奔走，不但帮姑稳住后方，还帮姑收服了太后和士族，姑很难走到今天。我们是夫妻，本该同心协力，守住这大靖的江山，不仅仅是为了百姓，更是为了守护好咱们的这个小家。韩州，过来。生辰宴那一局你做得很好，朕没看错你。朕走后，大靖就交给你了。婉娥，你是世家之女，却深明大义，朕叮嘱你们，往后要同心共德。儿臣领旨，定不负好这大靖重托，定会善待百姓，护好重用贤才。皇上驾崩了。小姐，今日大典，外头那些世家余孽虽然还想闹腾，但听闻各路藩王都已入城朝贺，他们也只能把嘴闭死了。国丧之后即是新元，苏文远和盛景明虽然不在了，但韩州的路才刚刚开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朕今日即位，改元景和，册封孟氏婉娥为后，立嫡长子盛承泽为皇太子。朕登基之后，必当推行新政，安抚百姓，整顿朝纲，不负先帝重托，不负百姓期望。肩上的责任愈发沉重。孤意已决，新政不仅要推行均田令，还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科举改革。凡我大靖学子，不问出身，皆可报考。至于吏治，查出贪腐者，不论门第，一律严惩。陛下，此举万万不可！世家门阀乃是大政的脊梁，数百年来辅佐皇室，靠的就是门第清流。若让那些泥腿子通过科举登堂入仕，岂不是动摇国本？请陛下三思，整顿吏治若牵连过广，朝堂动荡，江山危矣。动摇国本？我看是动摇了你们李家的垄断吧。这官场风气若不整，大靖还有几个百年？下，您年轻气盛，不知轻重。若您执意收回成命，臣等便是撞死在这大殿之上，也要为世家讨个公道。朕看你是在逼朕。臣不敢。皇后娘娘驾到，臣妾参见陛下。皇后平身，朝堂重地，
皇后何故前来？臣妾在后宫听闻李尚书担忧朝堂动荡，特来为陛下分忧。李尚书方才所言，未免太过偏激了。哼，皇后娘娘，后宫不得干政，况且您也是孟家出身，难道不知这科举改革是对世家的倒行逆施？李大人错了，孟家世居高位，是因为代代有贤才，而非靠门第荫庇。陛下推行新政，并非要废除世家，而是要给天下寒门一个机会。去年江南大雨，吏治腐败导致河堤偷工减料，死伤百姓3000。李大人，这便是你口中世家辅佐的结果吗？科举改革能让有志之士报国，吏治清明能让百姓安乐。若朝堂尽是唯利是图的酒囊饭袋，那才是真正的动摇国本，百姓安乐，皇权方稳。李大人，您若真为了大金好，就该支持陛下整这乌烟瘴气的官场。老臣不敢。婉娥，今日若不是你出面，那李松怕是要跪到天黑。你的每一句话都戳在了他们的痛处。我们是夫妻，陛下在外整顿江山，臣妾自当在内帮陛下扫清障碍。只要利在百姓这名声，臣妾不在乎。得其如此，朕之大幸。瞧瞧，这苏燕竟然又是第一，乡试会试会全中了。听说是那山沟里的苦读出来的，状元郎怕是非他莫属了。苏燕是什么东西？一个没根基的野种，也配踩在世家子弟头上夺魁？李师叔放心，殿试的题目由臣等预审，到时候只要出几道刁钻偏僻的古籍题，保准让他张不开口。不仅如此，去外面给本大人散出话去，就说这苏燕出身低微，在老家品行不端，曾偷鸡摸狗，忤逆尊长。本官要让他还没进大殿，就先被唾沫星子淹死。哟，这不是那品行高洁的苏大才子吗？听说你老家人都写了联名信，说你人品败坏，怎么还有脸来参加殿试？你们胡说！是不是胡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李尚书已经说了，朝廷不需要这种出身卑微又无德的人。你呀，趁早收拾包袱滚吧。10年寒窗，终究是抵不过门阀的一句话。这新政，难道真的只是个谎言吗？娘娘，那苏燕被李松的人逼得出不了门，现下已经收拾了包袱，说明日便回乡，不参加殿试了。荒唐！这可是陛下立起来的标杆。李松想在我眼皮子底下玩弄权术，做梦！传本宫口谕，调东宫马车，即刻将苏燕接入宫内安顿。本宫要亲自见她。你才华横溢，策论写的真篇著爽，本宫很喜欢。难道就因为那些见不得光的刁难，就要把大晋的未来拱手让给那些庸才？娘娘，臣出身微贱，人言可畏，怕是会污了圣听。只要你坚守本心，殿试之上好好发挥，陛下定会赏识你。你是金子，李松那块烂泥掩不住你的光。臣苏燕叩谢皇后娘娘恩典，臣定不会辜负娘娘和陛下的期望。陛下，李松不仅想毁一个才子，还想借此废了科举制。臣妾已经将苏燕接进宫了，既然他们想玩，陛下，明天的殿试您亲自考。姑知道，姑要亲眼看看那些人是怎么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撒谎。多亏了你敏锐，否则姑险些折了一员大将。很快就到了殿试当天。启奏陛下，考试时间已到，请准许臣等阅卷。不必了，今日殿试事关国体，朕要亲自阅卷。好，苏燕，你这篇新国策写得深得朕心。传朕旨意，寒门子弟苏燕答题见解独到，条理清晰，堪为百官考墨，定为本届状元。新科状元苏燕上殿谢恩。臣苏燕叩谢陛下圣恩。陛下不弃臣出身微仙，臣定当尽心辅佐陛下推行新政，为天下寒门请命，为万民请命。好，朕便授你翰林院修撰一职，即日起协助朕推行科举改革。谁若再敢掩耳出身，便是与朕作对。让他当状元，还让他推行新政，那这朝堂以后还有我们说话的份吗？尚书大人，这苏燕现在是陛下的红人，咱们动不了啊。明着不行就暗着来，他一个穷书生，谁知道他在老家有没有什么不清不楚的烂账？去捏造几个贪污受贿、诉烟花柳巷的证据，再买通他老家的县令，弄一张认罪书。本官要让他这状元袍还没穿热，就得穿上囚服进天牢。娘娘，李松那边开始动作了，他们派人快马加鞭去了苏燕老家，定是去捏造罪名了。这老狐狸来来回回就这么几招，
传信给保护苏燕的暗卫一定要盯紧了，绝不能让他们往苏燕屋里塞进任何莫须有的赃物。另外，安排人手把李松派出去的人半路截下来，我要看看他们到底想捏造什么罪名。他想陷害寒门才子，本宫便让他这尚书的位置做到头。陛下，新科状元苏燕表面清高，实则是个卖国求荣的无耻小人。臣已查明，他暗中是有江南富商巨额贿赂，甚至与邻国细作往来书信，意图出卖我大晋方房图。苏燕出身微贱，罪亦见利忘义，请陛下将其打入天牢，从严处置，以平民愤。苏燕乃朕亲批状元，入职翰林不过数日，竟能勾结外敌。正因为他急于翻身，才不择手段。陛下若不彻查，恐寒了天下老臣的心啊！查，由大理寺即刻彻查。若真有此事，朕绝不姑息。但若有人构陷，朕也定要他命。大人知道该怎么查。苏燕在乡下的那个老邻居，一定要让他咬死了苏燕收钱的事。至于证据，自然会有人送进大理寺。大人放心，现在满朝都是支持尚书大人的声音，这苏燕必死无疑。娘娘，大理寺被李松的人渗透了，他们不仅收买了证人，还伪造了苏燕的亲笔信。调查现在完全陷入了僵局，陛下那边承受的压力极大。这李松真是老糊涂了，同样的招数用2遍也不嫌腻。婉娥，李松把证据做得滴水不漏，大理寺甚至搜出了苏燕与外敌往来的印件。这是李松假不了买通殿试考官的真凭实据，还有他派人去苏燕老家威胁百姓的录音记录。最精彩的是，真正与外敌勾结，利用边境贸易谋取暴利的，不是苏燕，而是他李尚书的长子。他想栽赃，不过是想找个替死鬼，顺便除掉苏燕这个眼中钉。陛下，证据确凿，请即刻处死卖国贼苏燕。李尚书说的对，卖国贼确实该死。只不过在此之前，看看你儿子干的好事，看看你是怎么买通考官、捏造证据的。李松，你口口声声为了大晋，私底下却在刨大晋的根。来人，将李松及其党羽全部拿下，打入天牢，抄家灭族，为状元苏燕平反昭雪。娘娘2次救臣于水火，如此深恩，臣粉身对骨，亦无以为报。你无需谢我，这朝堂之上，若尽是那棋子庸才，大晋便没了希望。你是金子，陛下重用你，是因为你有才华，值得被重用。以后好好做事，别让那些想毁了你的人看笑话，便是对本宫最好的报答。苏爱卿，朕升你为翰林院学士，科举改革重任，朕就交给你了。太子，不，盛寒州这是要把咱们世家连根拔起呀！大人，外面全乱了，吏部、户部都在换人，全是寒门，再等下去，咱们都得死。去，传信给边关的赵毅，他手握20万重兵，又是苏老丞相昔日的部下，告诉他，盛寒州下一步就是要收他的兵权。赵毅那人敢吗？只要许他开国公之位，再加江南10郡的岁入，他若不动，就只能等死。让他发动兵变，拥立老王爷家的世子，推翻盛寒州。赵将军，京中新政已推行至军中，盛寒州要搞什么文武制衡，这分明是要缴了您的刀啊！将在这风沙地里守了20年，他盛寒州做了几天龙椅，就想收本将的权？只要将军清君侧，伏龙立功，这大晋的江山，将军便是一半的主人。好，传我密令，调集西郊大营，准备伺机兵变。婉娥，事关社稷，你有什么主意？赵毅虽是主帅，但他部下那些中层将领，并非都愿意跟着他灭九族，谋反是泼天的大罪，谁家没有妻儿老小？你是说从内部瓦解？没错，赵毅此人刚愎自用，不少忠良将士早有怨言。殿下，我们要双管齐下。第一，秘密联络赵毅部下中那些家世清白的忠良之士，许他们加官进爵，封侯拜相，只要他们临阵倒戈。第二，派一名重臣带圣旨亲赴军营，宣读厉害，告诉普通士兵，陛下只诛首恶赵毅，余者不救，以安军心。那京城的防御呢？调动神机营，大军暗中包围边关撤回的必经之路，不要硬拼，要伺机而动。赵毅只要发现背后起了火，他的20万大军瞬间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得其如此，是孤之幸，更是大晋之幸。这一战，我们要让这些旧门阀知道，大晋的天已经变了。林将军，赵毅勾结李松残部，意图在这3日内起兵逼宫。陛下知道将军忠义，特命我送来这道口谕。赵毅疯了，
他这是要带着20万弟兄去送死！陛下说了，只要将军能稳住大军，事后您便是这平叛的第一功臣。赵毅倒行逆道，老子早就不想跟他干了。传我亲兵，联络营中几个老校尉，告诉他们要保住全家老小的命，今晚就得跟老子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赵毅谋逆，乃其一人之罪。凡我大靖将士若能坚守本心，不参与到叛乱者，不仅无罪，朕更赐每人白银10两，绸缎2匹。你们的父母妻儿，朝廷定会妥善供养。白银10两，够我家吃2年了。谁想去谋反啊？那是掉脑袋的事儿。既然皇上说只抓赵毅，咱们凭啥跟着他陪葬？那内侍还没出营房吗？去，给我杀了他！还有林月，本正就知道他最近不对劲，立刻带人把他逮捕，斩首示众。赵毅，你看看外头还有谁听你的？启奏陛下，娘娘，林岳将军已擒获赵毅，边关20万大军尽数投诚，兵变阴谋已彻底瓦解。婉娥，咱们赢了。兵变败了，那些躲在阴影里的老狐狸，这下该彻底绝望。娘娘，户部左侍郎张大人求见。娘娘，微臣家乡近日送来一些薄产，说是上好的冬猪与极品燕窝，给娘娘补补身子。张大人，本宫记得你与那被打入天牢的李松曾有过联系。微臣当初也是受了那老贼的蒙蔽。娘娘，只要微臣能留在京城，日后定为娘娘效犬马之劳。陛下整顿吏治，是为了朝堂清明，是为了让那些像苏燕一样有才华却没门路的寒门学子能报效国家，是为了让百姓安乐。我身为大靖皇后，岂能因你这几颗珠子便徇私枉法？娘娘恕罪，微臣只是……带上你的东西滚出去！你若真有过错，唯有去大理寺主动交代罪行，才按律争取宽大处理。若想在后宫走捷径，你是选错了路。娘娘，这已经是今日第5个送礼的了，这帮旧势力真是吓疯了。怕就对了，若不彻底扫干净这些蛀虫，韩州的新政永远是一张废纸。婉娥，陛下，这是臣妾查阅所有名册后筛选出的100余名官员，这些人家世清白，在民间亦有口碑，可担重任。你的眼光姑一向放心。苏燕，你协助皇后将这些人的政绩再复核一遍，若无误，明日便下旨正式收官。臣领命。娘娘筛选之人，皆是真才实学之辈，朝堂得此新鲜血液，必能焕然一新。哈哈哈哈！陛下，臣在军中也揪出了几个赵毅的余孽，已按军法处置。现在的边关大军，全是陛下的兵了。烦请通报，我等诚心求见陛下与皇后娘娘，有要事奏报。等着吧，娘娘正忙着核对田产账目。那苏文远都死在狱里了，咱们再不交田产，怕是连祖坟都要保不住了。陛下，这帮世家100年来昔时民脂民膏，此前更是参与谋反，如今见时不才来求和，分明是缓兵之计。臣主张赶尽杀绝，永绝后患。不妥，世家门阀遍布天下，姻亲错综复杂，若真要把地权州县势必大乱，新政还怎么推行？应当安抚为主。这是对啊。婉娥，你怎么看？杀杀不尽，抚不平，世家确实有过错，甚至可以说满身劣迹。但李大人说的对，他们根基太深，若此时非要赶尽杀绝，无异于自断经脉。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放过？当然不，我们要的不是他们的命，而是他们的服从。与其让他们在暗处搞鬼，不如把他们拉到明面上，套上龙头，为朝廷效力。臣等教子无方，受小人蒙蔽，罪该万死。今后愿将家族多余田产悉数上缴，支持均田令，还请陛下给条生路。既然诸位有此诚心，姑可以给你们一条生路，但规矩得按姑的来。第一，各家需在3日内清算隐匿田产，违者抄家。第二，家族子弟入仕必须经过科举试炼，凡有举荐授官、凭借门第谋职者，全族连折。最重要的一条，不得暗中勾结干预朝政。臣等领旨，谢陛下圣恩。婉娥，以前姑总觉得世家是翻不过的山，没想到在你的筹谋下，他们竟也会跪着地上田产。山再高也是死屋，只要人心散了，再大的势力也不过是散沙。这大晋的江山，你守了一半。婉娥，承泽已经满3岁了，这启蒙读书的事儿，你选定老师了吗？选好了，不仅要才华横溢，更要品行端正，绝不能沾染半分世家门阀的骄奢之气。哦，是哪位贤才入了皇后的眼？苏燕，当年她虽身陷陷阱，却能坚守本心，如今在翰林院更是清誉满天下，让她教咱们的皇儿最合适不过。英雄所见略同，
朕这就下旨，命苏燕为东宫太傅，教导太子。殿下，这名字下笔要沉，民为贵，君为轻，唯有稳住根基，字才好看，国才安稳。苏老师承德记住了。父皇说，这里的每一笔都连着百姓的饭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启民，在止于至善。承泽，你是大郑的太子，将来是要继承皇位的。你要记住，守护百姓是你的天职，必须勤奋读书，明辨是非，不能有丝毫懈怠。儿臣明白，儿臣定会像父皇一样，让天下百姓都有田可种，有衣可穿。承泽不仅要聪明，更要宽厚仁慈。你要懂得体恤那些受苦的人，尊重像玉素那样的贤才，你才能得到百姓的真心爱戴，这大晋的江山才能真正传下去。儿臣记住了。陛下、娘娘，太子殿下今日已能默诵礼运大同篇，且待人接物极为谦和，对宫中事事也从未有过打骂。承泽这孩子确实懂事的让人省心。婉娥，你看，这大晋的未来正一点点在咱们手里扎根呢。瞧瞧，咱们这位小太子，将来准是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陛下，边境急报，北狄趁我朝换剑整顿之际，撕毁盟约，集结8万铁骑，大举入侵。混账！烧杀抢掠，连屠我3座边城。北狄王这是觉得朕刚登基，刀就不快了吗？陛下，臣愿领兵前往，定叫那帮葫芦有来无回。陛下，国库刚因新政缓和，此时大举用兵，恐怕百姓流离失所，贼寇已入家门，你跟朕谈国库？林月，朕命你即刻率5万先锋营急行军，务必给朕守住幽州关隘。殿下，我看了兵力部署，幽州地势平坦，5万人面对北狄8万铁骑，兵力实在不足。孤知道，但此时调动京郊大营尚需10日。等不得了，北狄来势汹汹，林月虽有勇有谋，但若无后援，孤军奋战必生惨剧。我们需立刻下旨，从晋中召调2万精锐作为援军，同时粮草必须走水路集运。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若得不到安抚，后方生乱，林月在前线间根本站不住敌。婉娥，你总是能在孤最乱的时候拉过一把。林将军，朕在京城等着你凯旋的战报。臣定不辱命。孤要去军营亲自督办后续援军的调遣，京中和宫里全靠你了。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平安归来。你放心，我会守好皇宫，守好咱们的承泽，守好大京的后方。只要我在，这京城乱不了。等朕回来。娘娘，南方的冬衣还没到，北境已经开始降霜了。这粮草调布，各州县还在推诿，说要先顾及本地开支。推诿？告诉他们，前方将士冻死一个，我就摘了那个州长官的脑袋。苏燕，你立刻拟旨，以本宫的名义传令各地，国难当头，谁敢克扣军需，等同通敌。另外，传令给孟家旗下所有商号，让他们腾出仓库，所有商药粮食优先运往边境。微臣明白，只是娘娘，您已经2天没合眼了，这铁打的身子也经不住这么熬啊。娘娘，外头风大，嬷嬷说让您回屋歇息一会儿，这些琐事交给我们就好。陛下在前方杀敌，将士们在雪地里奋战，百姓在流离失所。我身为皇后，若是坐在暖炉边休息，我这心怎么安得下？苏燕，你帮本宫盯着那些旧世家官员。盛景明和李松虽然倒了，但他们的党羽定会趁陛下不在京城时兴风作浪，安抚百官，稳定人心。这时候绝不能出一点乱子。娘娘放心，微臣已联络了多位寒门官员，若有人敢在这个时候趁火打拉起，微臣定会第一时间上报娘娘。娘娘，这里兵器重，您别进去了。胡说！我的百姓在受苦，我若嫌脏嫌累，还当什么皇后？是娘娘，是皇后娘娘亲自来了。老人家放心，陛下已经去了前线，我在这守着大家，粮食和药都会有，大境一定能赢。谢娘娘，谢娘娘。娘娘，不出您所料，吏部那几个老顽固聚在一起，想以劳民伤财为由，逼您停掉新一轮征粮。劳民伤财？他们是怕朝廷把他们的粮库也征了吧？把那些闹得最凶的家族名单给本宫，明日早朝，本宫不亲自去，但苏燕，你带一句话给他们，请娘娘明示。告诉他们，若前线败了，北狄人的刀可不分寒门和世家，谁若现在动摇军心，本宫不介意先用他们的血祭旗。娘娘，幽州失守，北狄铁骑疯了，林将军率部死战，伤亡过半。陛下，
陛下亲率援军会合时，被北狄王伏击，现已被困在龙虎谷绝境，音讯断绝。龙虎谷那是死地呀！陛下若有万一，大境就亡了。闭嘴！陛下吉人天相，谁再敢言王字，当场杖毙！苏燕，传本宫令，调集经济营、驻防营乃至各州府剩余的所有府兵，哪怕是新兵，也给我立刻北上。仅靠国内残兵不够，苏燕即刻备马，派使者持本宫亲笔信前往西楚，请求借兵5万。娘娘不可！西楚向来贪婪，此时请援无异于引狼入室，更会欠下滔天人情。武后边境交交，些许人情，日后再还便是。如今陛下命悬一线，将士们在龙虎谷殊死搏斗，边境百姓正被北狄人屠戮。保住陛下，保住大靖江山和百姓才是最重要的。若是国都没了，你要那所谓的清高名声还有什么用？将士们，你们的皇帝此时正被困在龙虎谷，你们的同胞正在北狄人的马蹄下哀嚎。有人劝本宫弃守，有人劝本宫投降，但本宫告诉他们，只要大郑还有一个男人能拿得起刀，我们就绝不低头。本宫会死守京城，等你们带着陛下凯旋。今日出征者，家属由本宫亲养；战死者，应领入忠魂庙，受万世供奉。愿为陛下死战，愿为娘娘死战！死战！韩州，援军去了，你一定要撑到那一刻。陛下，援军到了！西楚5万精骑和国内3万援军赶到了。将士们，皇后为我们搬来了救兵，随朕杀出去！陛下，西楚将领已带兵接应，咱们兵力翻倍了。好，林月，你带本部兵马切断北狄后路，西楚将领带骑兵袭其左翼，朕亲率中军，咱们兵分3路前后夹击，把北狄这口恶气彻底吐出来。报！娘娘大喜！西楚援军已与陛下会合，龙虎沟之围已解，陛下已转守为攻，将北狄主力围困在白水河畔。仗还没打完，不能松劲。苏燕，再去查，伤病员的药品可还充足，粮草必须跟上，绝不能让将士们在胜仗前夕饿肚子。娘娘神机妙算，若非娘娘亲笔信打动西楚王，此局断难翻盘。杀！犯我大靖者，虽远必诛！撤回大漠，快撤！陛下息怒，我王已知罪，愿退回境外，承诺永世不再入侵大境。每年向大境进贡良马3000匹，牛羊2万头，只求陛下息兵。陛下，干脆杀到他们王府去，永绝后患。朕虽恨不得踏平北狄，但百姓需要喘息。只要你们真心求和，朕便给你们一条生路。立盟约，划边境，若有再犯，朕定叫北狄从此消失在域途之上。陛下，咱们赢了。是啊，赢了。走，班师回朝，朕要回家见皇后。回来了，皇上亲征凯旋了。若不是娘娘在后方死守，咱们这日子哪能这么快太平？真是老天保佑！娘娘，瞧，那尘土扬起来了，是陛下的黑龙大旗。你终于回来了。你知不知道龙虎谷消息断绝的时候，我差点以为……让你们担心了。儿，朕回来了。孤发誓，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们母子，再也不让你担惊受怕。父皇是英雄，父王打跑了坏人。此战，林月爱卿运筹帷幄，死战不退。朕封尔为镇国大将军，赏万金，赐免死金牌。臣定为陛下为大靖守好国门，至死方休。陛下英明神武，御驾亲征，平定外辱，乃旷世明君啊！更是娘娘同心德厚，稳住后方，才有今日的太平盛世。帝后齐心，实乃大靖之福。韩州，这太平盛世终于来了。是你给大靖带来了太平，也是你给了朕一个完整的家。从当初被羞辱的曼妙娘子，到如今受万民敬仰的皇后，我不仅赢回了尊严，更与她一同守住了这万里江山。大靖的盛世从此开启。若非当年的科举改革，我这等山野村夫哪能进京赶考？多亏了苏大学士这几年的奔走啊！谁说不是呢？以前那是世家的天下，
现在啊，是有才者的天下。老人家，今年的收成看起来不错。客官有所不知，自打有了那均田令，地是咱自己的，这干活都有劲儿，再也不用给那些吸血鬼世家当牛做马了。婉娥，今日巡视，姑才真正觉得这江山稳了，百姓安居，吏治清明，边境无虞。可姑心里最清楚，这一切都离不开你。从当初在东周内定，到后来平叛，抵御外延，若不是你一直陪在姑身边，为姑出谋划策，姑很难做到这一步。这世间所有的圆满，不过是有人与你并肩，守住这一方人间。